这一大清早的，唱得好，再来一首。你看，这么好的环境，安静了多好，好好的养老多好。一大清早的，哎呀，先开始吹唢呐，哎呀，吹萨克斯，然后就还开始唱歌，然后呢说了几句，所以嘛，这个恶人呐，就要恶人来磨。反正我刚刚说了几句也没用，知道吧？也没用，管不了，知道吧？管不了啊！这桥下面就凉快很多。对了，不是昨天还说感冒了吗？后来晚上就盖那个棉被，早早的睡了觉，今天就好多了。这个地方凉快，这没太阳，又没人，安静啊！哎呦，这里舒服。看看这个环境。哎呀，今天跟大家聊个什么呢？聊一个国内外都还比较感兴趣的一个新的政策啊，就是大家可能会关心的问一下，问我办证了没啊？办证了没？以后要在国内上 Internet 上网是需要办证的啊，还要办网号。网号就是一串数字啊，证可能就是一个代码什么的，就是一个证。上网我有了解了一下这个信息，这个信息呢，确实是国内那个网监啊，他们开始弄了，已经开始弄了。现在正在一个叫征求意见的一个阶段，说是自愿的。我认为就已经要开始执行了，因为你看各大苹果商店啊，那些平台都有很多 APP 都已经开始可以运行了，都已经运行了，知道吧？不是征求意见了啊，这个大家都能够接受吧？我觉得都能够理解，是吧？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比较不同的，就像有的地方开一个什么听证会，征求大家意见一样的啊。就是走个形式吧。但是呢，我看到很多评论说，就以后可能会对监控啊、监管呐、啥的会更严。我的感觉吧，可能会和大家会不一样，因为他们都说这可能是国内关于管控言论自由这个块儿可能会更严一些。我看了一下，我感觉应该不是那么回事儿。如果真的是为了你管控啊，我觉得太简单了，或者是一些电脑小白。其实你看，在国内，网络监控，还有包括网络实名，都已经做了好多年了。我看国内关于相关部门宣传这个网证它的用意的话，说是为了减少大家的隐私泄露。我看了一下，我觉得我还能够理解，我觉得可能还真的是这么回事。我是这样认为的。国内当时为了搞实名认证，包括网络监控的时候呢，就必须得实名认证。它就相关部门就会下达一些指导
是吧？那些 APP 你必须要实名认证才能够注册，哪怕玩游戏是吧？你也得实名认证。18岁以下，你玩游戏都可能会限制你多长时间啊。其实那个时候都已经开始了，就是把权给到各个 APP 或者是那些开发软件，他把权给他们了。如果出了什么事儿，相关部门再到比如说微信啊、抖音啊里面再去直接来管你啊，你这个怎么管的，就相当于是管理下放。但现在我感觉他可能是想把这个权收回来、收上来啊，直接办一个身份证啊。我认为其实就是跟原来上那个网吧一样的，你到网吧去拿你的身份证，不要给一张卡你嘛，那张卡上面有你上哪台机是吧？28号机，然后你到了28号机后输上机密码，其实就是它的网号，你输上去后那台电脑你才能够上网。现在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这么一个意思啊，因为他现在把这个隐私这个东西，因为太泛滥了，我觉得真的在国内，我觉得不存在什么隐私。我觉得很多人说拿隐私来说事儿，我觉得有点可笑，因为我们在国内上网的人，你觉得有隐私吗？完全没隐私呀。就我这张脸，大家一刷，相关部门一刷，你的信息都出来了，你在哪儿，你电话、你身份、你的个人信息，包括家庭地址，啥都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靠一个网证和网号来监管你，因为我们已经不是，说白就是早都已经开始对你监管了。包括我们国内很多人说很多敏感词语的时候，都会用一些错别字啊或者同音字啊做代替。我们这么多年的网络上网的一些网友们，难道没习惯吗？大家都知道都有被监控的啦，都知道不会怎么去瞎说的，对不对？你也不敢瞎说，因为别人找你是轻飘飘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不要拿什么监控那个来说事儿。我认为可能就是为了，他把这个权利下放以后，很多 APP 它收集你用户的个人信息、手机号码、身份证泄露。就拿我前几天吧，我去那个胖东来那儿，我就收到微信给我打了个电话，微信里面有一个什么代，他直接打电话给我，我看到是一个陌生电话，我接了，他直接直呼我的其名呐，我的名字直接呼出来了，然后就跟我说你是不是在微信上面有申请一个什么贷款？他说我的贷款不符合什么标准，让我把那个贷款给关闭。我当时就真信了，因为他直接说出我的全名，我就认为他可能真的是微信官方的。然后在生活服务里面，我看看在哪叫什么，我把它关了，我把它屏蔽了。我进去以后，我发现我根本就没开通。但是你进去以后，他说让你去查询你能够贷多少，还继续往下点，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个骗子。他就是让我往下一步去点之后，我开通了，因为他会测试你嘛，他就会开通这个贷款的服务了，所以我就没弄了。所以这个就证明我的个人信息其实已经被微信类似像这种很多 APP 上面，你之前注册的时候就已经被别人泄露了，或者通过什么渠道泄露了。其实我认为，比如说身份证，包括我的个人信息，包括我的户口本，是吧？护照什么玩意，我是可以给相关戴帽子的呀那些相关部门去检查的，因为我觉得他们检查都还说得过去。但是很多那种 APP 或者你不认识人，比如说你让那个保安过地铁过安检，你也需要拿身份证，他来检查，你是不是就觉得很不爽，是吧？你必须是有执法部门去检查你的个人信息才是正常的。所以他现在搞个这个网号和网监网号和网证的时候，就是比如说这个 APP 上面它需要要认证的时候，你就捆绑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虚拟的身份证、虚拟的号码。这样呢，国家其实相关部门、执法部门他还是知道你的信息的。但是那些 APP 微信支付宝蚂蚁金服类似这种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你只要点同意，就相当于国家认可了这个软件，它就不
再会采取或者收集你的个人信息，它就会这一关就过去了。那就这个，我把它关了，它不提示了，叫什么理财通啊，还有微利贷，是吧？就这个，好像就是微利贷，好像给我打电话的。其实真的在国内里面，你觉得自己有隐私吗？手机是实名的，办手机卡，因为我孩子18岁，要办银行卡，因为以后不再给他打钱嘛，他需要办银行卡，银行卡要身份证认证，电话卡实名认证。当时电话卡是我的，而不是他的，这样呢，他的银行卡也办不下来。为了办银行卡，我们又到了电信局去啊，就把电话卡又实名认证了。所以说都是需要认证的。你这个上个网再认证啊，你认为又怎么样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办的这个网号或者是网证，真的能够解决我们个人信息不要再被泄露啊。但是说实话，我感觉，希望它能好吧，希望它能变好。我害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如果都老百姓，正常的去发言都还好，但是有可能，你记不记得我们当时在疫情的时候，有个叫健康码和行程卡的这样一个东西，只要你红了，对吧？之后你的那个健康码红了以后，你就哪儿去不了。明白我说的意思不？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这个权利。如果因为认证了以后，我说话也要认证，我说什么话都得认证，然后因为说了什么话而影响到你上网，继续在网上发表各种意见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了我们在疫情期间的健康码和行程卡了。这是最担心的一件事儿，希望不要变成这个样子。好了，你们办证了吗？